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今天的画面特别诡异，我们的可爱啊已经走可爱风了，因为我们今天要访问一位可爱的老师，所以你看粉红色的麦克风，我有点受不了了。粉红色的麦克风，这么直接吗你？可爱的边框啊，然后三位大叔也从善如流啊，全部都换成可爱的边框了。那我们今天呢，欢迎董老师。董老师，大家好。董老师，今天邀请你是因为我这边有很多学生说董老师不错，一定要来邀请一下。后来我又在一位学生 Bryce 常常直播嘛，就刚好在那边巧遇了董老师，我就厚着老脸皮啊，就邀请他。那个时候他还不晓得我是哪一书了哦，邀请他，他可能以为我是 Ben 书，一口就答应了，因为说。因为董老师好像偷偷崇拜Ben书，有没有？董老师、没有。董老师可能看过我之前那个在国内哔哩哔哩发的那个视频，对，是的，几年前我就跟着Ben书学习教中文。我发了一段时间，就是本来想着在国内割一波这个中文老师的韭菜。结果真的割到董老师了，对，我只使用了免费的资源。好，那我们今天欢迎董老师哦。董老师算是一位年轻有为、充满热情的中文老师哦。那我也关注到他的油管，走 Vlog 风，最近这种 Vlog 风非常流行，而且学生也很喜欢通过 Vlog 这种风格来学中文，非常的轻松，非常具有故事性。好，那我们先请董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吧。Hello， 大家好，谢谢大叔们邀请我。我有一个油管频道叫做 Chinese at Dawn， 然后你们可以叫我Dawn，也可以叫我董老师。叫东，不好笑。对，或者东。东。够了，两个。好，继续。然后但是Dawn是什么？是黎明对吧？黎明，对，是太阳升起的感觉。对，所以就是 at dawn 就好像是不是 with dawn。对，是 at dawn，就是今天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学中文。早起的鸟儿学中文啊，对。充满希望的感觉。对，然后我的视频就是以 vlog 和比较慢速的中文播客为主。我是去年10月、11月开始做 YouTube 视频的。好快啊！现在增长的很快，好像已经上万订阅了，是吧？1万出头，对，1万出头了。大概在2个月，大叔就被干掉，踩在脚底下，萝莉。好，那这个董老师，因为很多学生蛮喜欢你这种慢速中文的风格，很适合这个中或者是中低阶水平的学生哦。那这边特别问一下董老师，就是问一下你的经历吧。你住哪里？我住苏州，是在江苏，离上海坐火车只要20多分钟。高铁啊，美丽，快，对，美丽的西湖。西湖在杭州啊，是杭州是不是？我地理真的很不好这段请剪掉。苏州是什么？不剪。苏州有什么？苏州的园林比较多，园林啊，拙政园啊，对，古城墙，我在 vlog 也给观众看过。对，然后我也在董老师的这个 vlog 上面发现，你好像还有一些国外的介绍，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场景出现呢？就是因为我的硕士是在英国读的，在英国苏格兰爱丁堡读了1年。那我去参加毕业典礼后呢，我就是在周边旅游了一段时间。那旅游的时候就顺便拍了一点 vlog 上传，对，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做的。但是当时做了真的只是为了玩一玩。就是哪个东西促使你想这样去玩一玩？肯定有这么一个东西吧。
参考谁啦，还是自己心血来潮啦？申根签证吧，对我觉得啊，什么？就这么现实的就很理由吗？容易，就是申根嗯国家嘛，正好又在欧洲，我觉得就是对一般来说吧，是不是，是？他可以去旅游没有关系，那为什么一定要做 vlog，然后在上传的这个油管上呢？啊，你是说我这个可以，说这个，对对，可以安安分分的交个男朋友就好了，可以安安分分。分就旅游就行了，做什么视频，抢我们的饭碗干什么？继续。就是因为在做这个之前，有在 YouTube 上默默观察过一段时间，然后看到过几个老师做 vlog，然后当时就会觉得有点手痒。然后因为我一直都是比较喜欢探索这个教学中间创新的部分，所以我当时觉得vlog 可能是我一个尝试的形式吧。对，然后包括做 vlog 也是相当于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去记录，对，对，所以说就这样开始了。我觉得那董老师的视频是我最喜欢的这种语言学习材料，因为他的视频的风格就是第一就是能听懂，就是慢速的，然后这个级别的话用的词就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我可以听懂的，然后里边有一些生词是跟这个这一期的 vlog 的主题相关，所以我可以查一查。然后另外就是我很喜欢自言自语的这种形式，对我真的吗个人而言，对，就是自说自话，然后自己就是解释就是今天的故事啊，我周围的场景，然后通过这个场景，我又联想到其他的事情啊，就把我脑海里的东西给大家介绍出来。对，我觉得这个我特别爱这种内容，对我自己而言其实我本来不擅长自言自语，是通过做 vlog，然后我自言自语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你每一次做这种 vlog 都有点强迫自己要说话吗？还是你会拟一个剧本呢？我没有剧本，大多数 vlog 没有剧本，但是我可能就是边走边想，然后因为现在观众多了，我会有一个假想的观众就是假想的对话对象，这样我说话就会更自然，因为我脑中已经有我的观众画像，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知道这种场景他们可能也会有共鸣。那我就会有话说。那你的观众画像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告诉我。我的观众画像，如果不按国家年龄来说的话，我觉得他们会比较喜欢有点文艺的风格，然后他们也会喜欢就是不仅仅是学语言的视频，就是经常会有观众跟我说看你的视频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学语言，而且能够了解就是那个你们那里人是怎么样的，大家是怎么想的。对，我觉得真的是一种最近我看这些老师都在做 vlog， 我觉得真的会让学生感觉是一种享受，然后融入在整个 vlog 的氛围里面，不会像是在学中文，但是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一个输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特别的。那我觉得董老师你会这么我真的觉得你的这个视频算是蛮精心设计的，包括配乐，然后你那个场景设计，你就看到那个董老师这样没有拿着，就是这样拍着，很自然而然这样边走边聊，然后就很自然的把场景的中文交代给学生，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蛮好的。有可能是你的成长背景嘛，你是苏州女孩嘛，有没有这种文艺然后文化的那种氛围，你把它融入在里面？跟这个苏州整体的氛围会有一点关系，然后可能也跟我成长的家庭培养的氛围有关。比如说，像我从小就有学很多那种才艺了，像我是4岁开始学钢琴，然后6岁有学书法和素描。对，4岁我还在这样舔大拇指这样我还在泥里打滚，已经开始学钢琴，你已经在弹钢琴了。但是其实对眼睛很不好，因为要看琴谱，琴谱密密麻麻的，很小对，所以你很早就近视了是吗？我是先远视，然后7岁的时候远视好了，隔了半年我
就有近视了。我觉得因为董老师你说你4岁开始弹钢琴嘛，弹钢琴跟当中文老师感觉差很远哦，所以我想聊一下你是怎么开始走上教中文这条路的，是因为你的专业是跟汉语有关，还是怎么样的过程？是这样的，就是我高考虽然是理科生，但是我作为我们高中班上唯一一个大学选了文科的人，我大学的专业就选了汉语国际教育。然后当时选这个专业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这3个词，就是汉语我喜欢的，然后国际也是我喜欢的，就是国际性的交流，对，然后教育我也觉得是我愿意做的事，就是去通过教育影响到别人，然后我就选了这个专业，但是当时对这个专业的了解不是很深，对。对，然后当时也没有会去想说，我只是觉得我会学得很开心，但是没有去想说把它当做以后的事业。那你学得很开心吗？我学得很开心啊。这个学的内容符合你的预期吗？对，符合，因为它的课的种类是非常多元化的，它不仅仅是教中文，像我们当时还学了课，比如说是民俗学，还有人类学，然后翻译学都会学到，然后相当于就是文科里我喜欢的东西它都学了，但是与此同时呢，也有就是朝这个职业发展，就是教中文的方向去深耕。等等，我想说一下，我觉得大叔们你们的语速都被我影响了。对，不自觉的，好慢哦。我觉得蛮好的，可以蛮好照顾一下。的，对，这个现在都有学生说我们3位讲话太快了，了，这是好，这是好的。对，对，你继续，没问题。对，然后像教中文那一块的话，我们学的课可能就是有现代汉语，就是关于语言本身。对，因为你从小到大学到的中文很多，你是不会去想它为什么是这样的。那跟学生解释的时候呢，你可能一时就反应不过来，所以要去学这个语言本身。然后还有就是古代汉语，这方面我觉得很差劲了。我拿了个 C， 然后你好老实哦，我刚才拿了个苹果，拿了个 C。对，然后还有就是教学法这方面的东西，我们也学了一些。对，那这个就是我想知道一下，因为董老师好像最近也开始找了新工作嘛，那你怎么会想到要稍微的转换赛道，然后会不会很紧张？对啊，因为我觉得董老师你频道的内容很有那个不可替代性，就有自己的那个独特性，我觉得可以坚持这条道路发展下去。为什么突然要找工作了？然后说一下工作的换的新工作是怎么样的工作？好像这条路我是会一直走下去的，只是因为说由于自媒体给我带来的压力和焦虑，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不能完全把它当做主业。然后其次也是说，我想说要体验一下进公司或者进一个更大的系统工作是什么感觉。虽然已经这个事情被很多人吐槽过，说你进去之后只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但是因为我还没有体验过，所以还是想试一下。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进去之后，我打交道的人就会不只是学生，然后我还可以体验到别的类型的人际关系和工作形式，所以就是想去尝试一下，然后可能说进了公司不仅是可以提升教学，中文教学这个新工作的内容是什么？也是个语言中心吗？就是你投简历的时候，你锁定的目标公司是什么样子的？是会跟我本科是会跟我本硕专业相关的。那这个新工作呢是我会负责研发中文教中文的产品，教中文的内容，对，但是 APP 的这样的对产品 APP 的研发，然后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就是我不需要放弃这个原来的路，只是说换一种方式走。我其实对董老师这个性格很好奇，因为看起来整个人绵绵的，说话又慢悠悠的，做视频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最早以为你可能只是做视频为了效果，有些老师会这样，你们好，这样就是慢一点。有吗？哪个老师那么说？短视频里的老师啊，就是我是觉得董老师好像表里如一吧，可以这样说，在大叔中文说话也是这么慢，甚至把我们3个都带的特别特别慢啊。就是你平常你平常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可以描述一下自己吗？我平常如果是和熟悉的朋友在一起，我语速会比这个更快一点，然后我也可以作为这个气氛组的人啦。就是其实我还是感觉对我可以，就是我还是性格比较百变，当然就是但是我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在就是新见到的人面前表露出太多情绪的人。所以像我有这个一起旅游的一起毕业旅行的同学，然后他们在和我一起旅游前是没有跟我接触过的，然后他们说我觉得你是我见过最凶最冷静的人，然后现在发现完全相反。就是其实你给人是怎么样的感觉？怎么会凶？可能因为我不笑的时候就看起来比较凶，但是我大部分时候都在笑，所以不太看得到。然后别的性格可能就是说我会比较照顾他人的情绪，会比较细心。当然也是因为太细心太照顾他人情绪，有时候自己的思想负担就比较重。对，你刚才说到就是你做自媒体的时候有焦虑，你觉得和你这个性格有关系吗？对，有关系，就是因为还是会有说希望大家都喜欢的倾向。虽然现在我意识到说别人对你视频的看法，也是就是像他们自己在照镜子，所以说你不能一直去那么关注他。但是对他带给我的焦虑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算很幸运的了，目前为止没有收到过很有恶意的评论。所以你的焦虑是来自于收入，还是来自于别人的评论或眼光？对，就是别人的评论和眼光。因为像我以前一直不敢做自媒体，也是因为我觉得你在网上发表观点、发表看法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对，我们深有体会啊，深有体会。而且这个董老师的性格跟Ben叔比较像，就会常常去关照、去照顾他人的情绪，然后希望别人都快快乐乐的，自己难过。最近发现总是无缘无故的被 Q 到，看你太沉默了啊，需要把你 Q 起啊。对，所以董老师，你会觉得这种性格是好吗？还是说你会想要去改变它？有在慢慢改变，就是像以前，再往以前，我会更是那种老好人的性格，但是现在有会稍微硬气一点，就是如果发现有那种图谋不轨的人，我会直接拒绝。对，OK，你这个意思就是在以前有图谋不轨的人，你不会拒绝吗？就比如说不会直接，对不对？对，就像以前可能就碰到那种就是一上来就跟你 flirt 的男生，我可能一开始都不会直接就让他走，让他滚。对，董老师，那我想聊一下因为你去苏格兰算旅游1年吗？不是，我还以为你要聊男生的话题，你怎么跑到苏格兰就要了。好，继续。就是你在苏格兰算旅游游学还是旅游了1年？读硕士，因为英国的硕士只有1年，对，1年。OK，你觉得那趟旅程有没有给你什么不同的成长或体验，或者有一些文化上的冲击有没有？其实文化上的冲击不太多，因为我本科起就一直会跟各个国家的人有交往。我本科期间的朋友就是一半以上都是不同国家的人。然后我当时中国朋友其实不太多，所以我就已经习惯了说对于比较陌生的文化或者是陌生的观点保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所以文化冲击不太多，但是生活上的困难可能有，就是天气比较恶劣啊，然后买东西不能网购什么的，网购比较麻烦，这种不太习惯。对，然后那一年我是非常开心，因为爱丁堡的氛围
就是也不像特别大的城市，就是它是闹中有静，静中有闹的感觉。对，然后我感觉对，就是当时也有想过说要留在英国，因为说想继续看看自己适不适应那里的生活，但是因为这个签证啊什么的问题太难了，就没有留下来。就是是不是通过这一趟旅程其实更了解真实的自己，或另外一个面向的自己那种感觉。对，因为当时说要选择到底是留在英国还是中国，我也是对自己想要什么进行过很久的这个拷问，对，思考，对。然后当时是什么促使你想留下来？哪些东西那么吸引你，觉得其实留下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一是因为就是还想继续看一看，就是这边的环境对我来说怎么样，因为中国是可以随时回的嘛，但是在那边的话说，如果毕业生他是有签证，你还可以再在那边工作2年。然后二是因为我很喜欢爱丁堡这个城市本身，然后加上说去欧洲旅游比较方便，然后还有就是说工作它没有这个996这样比较少。还有就是说你们感兴趣的就是说当时也有为了想要为一个人留下来。我们感兴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了啊。茶叔很兴奋。对，不是，我刚刚本来就要进入这个话题，就是问说你茶叔是想铺垫一下，铺垫太久了，要是我就直接开始问情感上的成长。我本来想问说，在爱丁堡有没有会觉得孤单寂寞、有点冷的时候嘛，然后再带入这个话题。那这样子，董老师就送上门来了，我们就问一下好了。那个时候的直接单刀直入啊，那时候的邂逅是怎么样？当时是我的朋友带我去了一个语言交换，中英语言交换的 meetup，就是在咖啡馆里大家通过聊天来练习语言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他就坐在我旁边，然后当时呢，我知道他是中文说得很好，他音调非常的准，然后我知道他也是就是说也是语言老师，但是他教的那个语言呢就非常小众的，就是巴斯克语。巴斯克，对，巴斯克语就是西班牙这个北方的。对。那因为我本科期间有过读过相关的文献，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不是就是在西班牙北部地区，你看街上的公共标志，它里面既会有西班牙语，也会有巴斯克语。然后他当时可能就比较惊讶吧，因为就跟很多说中文的人说巴斯克，他们只能想到巴斯克蛋糕。然后他知道我是知道这个语言的时候，他就可能就对我来了兴趣。但是他不是西班牙人，对吧？他是英国人，对，他是英国人。对，他会很有意思，他学巴斯克语，对啊，这么小众的，就像学一个方言一样嘛，感觉是。对，他还会巴斯克的方言。是因为他是自己学吗？还是因为父母的关系？还是家里有他应该是当时去了巴斯克地区的一个夏令营，对，然后也去那边做过这种田野调查一类的东西，然后生活久了就慢慢会了，然后可能时间长了就发现这个文化是跟他自己非常相契合的。对，那后来呢？后来就因为可能他受不了远距离嘛，然后也是因为有点太快了，就是你们在那个咖啡店里就等于谈的彼此有好感，对不对？当时其实我没有想很多，但是就是加了 WhatsApp， 然后后来就是第2天还是第3天，他就有约我出来一起吃饭。然后他其实又教巴斯克语又教西班牙语，然后他当时知道我学西班牙语，那就是这一点也算是优势吧。对，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这个视频啊，因为我记得他有关注大叔的。他会说中文吗？他会，他不是中文很好吗？中文很好啊，对，你刚刚说音调，所以你要说2句狠话吗？不，没必要，不需要。我不讨厌他，对，我们还是朋友。对。然后我们50%是
是说中文，就是我们日常交流的过程中，对。可是，如果受不了远距离的话，其实不是有这种，就是伴侣签证，就并不是事实婚姻，就是对。大概你是不是觉得你们之间的给对感情方更多的时间？还是觉得你们彼此的感情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可能没到那个地步。对，我觉得对他来说，其实事业更重要。那他可能觉得跟我还没有到说可以申请伴侣签证的地步。对对，然后就没有，然后双方可能都不愿意说完全付出，这样我也不会说完全为了他去在餐厅打工。那肯定。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们是自然而然的就分手吗？还是有一个决裂的夜晚，还是怎么样？还有仪式吗？本来是就是说，可能我回中国之后还可以联系一下什么的，然后但是他好像就慢慢说不跟我说话了，然后我就自己也知道说，因为我不喜欢去贴着人家，然后我就自己也慢慢淡掉了。然后后来我再回英国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见面，对。然后当时很伤心，因为发现爱丁堡都是和他的回忆，所以说我当时在那边旅游再玩几天，也是为了重新创造只属于我自己的记忆。对，对对，哇，有一点不用遗憾了，有一点感伤。董老师这么年轻，这个可以对，就是会认识越来越多的帅哥。你这样说，其实可以感觉得到当时那个情境，就独自走在爱丁堡，然后就回忆着那时候的感觉。对，他对我来说比较深刻，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在外面待一整年，然后这一整年就是他的身影很多，所以对我来说比较深刻。那我像在国内我也谈过几任，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国外这个环境，就感觉不一样。对对对，感受不同。爱丁堡是蛮那个氛围，又是一个很浪漫对的地方。我很好奇，你会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对我们的话题好跳动哦。好像没有特定的类型，就是我对外观是没什么要求，然后我会希望就是说这个人他比较真诚，然后说会是要有点责任心，然后就是说会希望说去不断的改变自己或者挑战自己这样。然后还有可能就是说不能没有什么不能的，要看感觉。对对对，所以董老师，但现在距离还是一个问题嘛？因为之前是因为远距离，还会在谈远距离的会考虑一下，就是但是如果发现那个人值得，我会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远距离太有可能了，比以前更加有可能。对，对，所以董老师，你是愿意为对方去他的国家的人，义无反顾，如果对方值得。难说。但是我觉得如果像他的家人啊什么也都接受我，然后什么签证不会有非常大的困难，我会考虑一下。但是说如果在那边定居下来，我觉得我还要想一想。对啊，董老师也还很年轻啊，我觉得说实话，他可能还没有到那么实际的那个点，我是觉得。董老师，你是一个相信一见钟情的人吗？话题在这个上面转，对吧？相信吧。我觉得就是感觉很重要。对对，但是你很相信爱情的直觉，对不对？对，因为我觉得你的感觉是很有用的。对，你要是觉得感觉不对，那你要考虑一下要不要继续。对，就感觉不对，第一印象就没那么好了，也很难继续下去，对不对？不过也有过那种就是第一印象不太行，然后相处一下感觉还不错。对，不能以貌取人嘛。对对对，我很好奇，因为董老师是00后，00后的这个感情观是他是什么样子的？天哪！
看起来就是00后啊。对啊，就是对啊00后啊。我不知道嘛，年轻，那么年年轻，轻是很年轻，跟我差不多嘛，00后。对对啊，你是10后的，我跟你说。好，继续啊继续，因为中国这个老一点的想法就是要从一而终嘛，然后我觉得现在是00后，应该就是谈感情不是抱着结婚的方向去的吧？我觉得，看情况，就是可能小孩自己不想，但是他们出于家里压力，可能还是会说这段恋爱要朝着结婚走。但那你是，会父母如果说让你去相亲什么的，你会接受吗？他们不会让我相亲，他们说不要急着结婚，不然以后还得离婚，多麻烦。说慢慢来。哦，对啊，这现在个父母都这么很现实。棒，这么开明我父母啊，就是比较开放、开明的，对，他们嗯非常理解我，不然也不会让我选这个专业，对吧？对那倒也对是啊，这个专业感觉上没什么前途所以的感觉，对这个，因为董老师刚刚辩书是问00后的感情观嘛，那我就觉得国内00后的年轻人可能都蛮重视物质上的条件，比如说要有房，要有车，然后可能你的社会地位也不能太低。关于这点，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你自己00后应该不会在乎这些吧？我觉不会吗？得看人，我们上次访问那个零00后你的同学，他就很在乎这个。每个00后都是不一样的。对呀，所以我想问董老师自己呢？对，我是觉得房车都还没到我要想的地方，因为首先我自己不会开车，然后我也很习惯坐公共交通，我喜欢就是坐在有轨电车上看窗外风景的感觉，还有说地铁里你可以自己看看书啊什么的感觉。那房车对我来说不那么重要，社会地位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互相理解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你找工作不太容易，而且你的社会地位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标签性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方面也不是找伴侣的标准。当然，我还是会希望另一半会一直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去改变。对。所以你是一个希望男朋友很浪漫的人，还是每天像Ben叔一样工作狂的人，还是你会特别喜欢怎么样性格的男性？我会浪漫的话稍微有一点比较好吧，但是没有的话我也可以来补，因为我是一个那种就是吃饭吃到一半，然后说我要去上厕所，回来就拿一束鲜花回来的人。对对，所以说另一半只要就是可以给我的浪漫做出一些反应就可以。那等等，董老师，如果这个男生不常记得你的生日或你们的这个纪念日，你能够接受吗？我觉得生日要记吧，然后纪念日的话，可能你每年一次稍微庆祝一下比较好。对对，这方面不是很重要，我觉得更多还是每天点点滴滴，对你好一点比较重要。对，然后性格方面的话，其实我是刚刚说了，我会比较外向，然后比较社交比较多。那其实他跟我互补一下也挺好的，因为我发现我谈过的大部分都会比我要内向一点。就董老师这个就是感觉有一个欺骗性，给人感觉好像他像一个很内向的人，但说实话，他其实是一个很外向的人。按道理是，就是他很早还是没办法想象你外向的对很外向的一个状态，对对，因为他很早在留言区和我们也认识了，甚至和这个 Bryce 也认识了。他就是按道理是个喜欢社交的人，会做这种事情。很内向的人不会做这种事情。但是你上来之后看到他，感觉他像一个很内向的人，就是一个很反差的感觉，小家碧玉那种啊。对，所以董老师，你常常参与哪些社交活动，或者是平常做什么娱乐活动？对，社交活动的话，如果是和朋友之间的话，就会经常出去吃饭，然后经常打电话聊天。那如果是认识新的人的话，我以前其实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在网上交网友朋友，
我也有那嗯种保持到现在认识了4、5年的网友朋友，然后我跟他们有在，就是我去旅游的时候，我跟他们就是面基了，对，然后平时也会去找一些就是共同爱好的那种小组的活动。回到中国之后，我发现这边比较少，但是也会有，比如说瑜伽的，然后如果朋友的朋友有这个生日派对，有时候他们也会叫我去，这样。对，对，就认识网友是那种，我看国内有那个什么 Soul 啊，那个直接就是突然匹那个我没配用过，啊，我用的是像那种 Hello Talk 这样的这个语言还是跟语言有关系的。对，没错。交换，不过现在这种软件上面的环境越来越差了，对，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把它当做另外一种软件。这种约会软件，对。当然，就是如果你意外遇到，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一上来就不是学语言来，就不太好。有一些目的性。对。这就回应到你之前说有些人一上来就 flirt 那种感觉。有太多了，对。明白。那董老师最后简单问你一下，去上海找工作了，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期待的生活？后续希望怎么样？就是会对自己一个人的独居生活比较向往，然后会很期待说每天自己做饭，然后去公寓健身这种生活，然后也可是留学1年不已经有这样对，所以很想念。这个不一样，你在国内又不一样。对，生活更方便。然后因为我上海朋友也更多，所以见面会更方便。然后还有就是说去公司上班嘛，你的作息就会更规律一点。我现在有时候会经常熬夜，然后起很晚，所以我也比较向往作息规律的生活。所以就是希望在上海的生活更规律，然后其实也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可以去体验。是的，是的，跟工作方面也是。好，那我们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董老师，我觉得董老师也代表着这个00后的年轻人，可能在生活上所遇到的一些开心、困难、挑战性的事情。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体验，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我们就好好去享受人生吧。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这个董老师啊，让我们的画面变得好可爱，可爱哦！大叔都好像瞬间年轻了10几20岁的感觉了。我们都是00后，对，好的，好，那谢谢董老师咯，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啊。好，下次会加的。好 ，OK，大家再见咯，再见，周末愉快，谢谢董老师。